赵灵一级武器剪刀，竟然是一把剪刀！神兵是把剪刀。这个家伙未来肯定连工作都找不到。我叫秦风，一名穿越者。星球岌岌可危之际，人类掌握超凡力量，女人可变化成武器，而男人可觉醒天赋对女人进行操控。这才在危机中幸运苟活。可危机并没有解除，想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那就必须觉醒天赋。可天赋不是那么好觉醒的，不知道我是否能觉醒天赋。检测到宿主，见到至尊系统绑定。这是系统。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天赋剑法通神。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天赋剑元神体。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天赋剑道至尊。一口气3个 SSS 级天赋，小爷我直接成了！哈哈哈！系统，快介绍这3个天赋的作用。有了这3个 SSS 级天赋，我只要与剑娘契约，不就直接天下无敌？下一位，周威尔。S 级武器，寒月剑。啊！这周维尔竟觉醒了 S 级器灵！我去，周维尔发了呀！未来不可限量啊 ！S 级武器吗？有点意思。周威尔，你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吗？啊！张少竟直接对周维尔表白了。废话，张家可是风云州张家，他又是唯一继承人。周威尔天赋如此优秀，他肯定要招募啊。不过这周威尔不是有男朋友吗？有是有，可面对张家的势力，谁敢拦？嘘。秦风，我们分手吧。我觉醒了 S 级武器，我们未来终究是陌路人，我觉得你还是别耽误我的好。你就不怕我觉醒器灵天赋 ？S 级器灵天赋哪有那么容易觉醒？再说你一个穷鬼，就算觉醒 S 级天赋又能如何？你可有足够资源培养我？你们不要吵了，秦风，快来觉醒！鼠目寸光的女人，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天赋。三光同坠，秦风这是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。可恶，明明觉醒了 SSS 级武器，但我体内灵力竟无法让我施展。难道我真要找个男人与他合作才行？瑶儿，你还未与天赋者契约，不可再擅自变化武器形态了。父亲，我是绝不会与男人进行契约的。三光同坠，这是有人一口气觉醒3个 SSS 级天赋了，真是天佑我大夏啊！哈哈哈哈！让我去瞧瞧这个绝世天骄究竟是谁。难道这个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的人与剑有关联？父亲，我也要去。3个 SSS 级天赋，这秦风是要起飞啊！秦风哥哥，我身娇体弱，一推就到，要不要
跟我契约呀！哥哥，你别听他的，哥哥是我的。哥哥，我是软件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保证让你非常满意的。哎，你们别。这些家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？这个家伙什么狗运，竟然能觉醒3个 SSS 级天赋！这个混蛋，他怎么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啊？这个家伙的天赋绝对与剑有关。秦风，我想我们可以谈谈。秦风，之前是我太过意气用事了，我还愿意做你的女朋友。如果真与秦风签订契约，我未来绝对能成大夏神兵。周小姐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是一个穷小子，张大少应该更适合你。周维儿，现在的你配不上你。秦风，你怎么能如此绝情？我们可是谈了3年啊！他们俩都谈3年了啊！秦风这确实有些不地道了。刚才周薇儿是过分了点，但不至于这么绝情吧？再说秦风，就算觉醒3个 SSS 级天赋，咱们风云学院也就只有一个周围，而这么一个 S 级的武器觉醒者。薇儿，你别给这个家伙好脸色。好厉害！是啊，好强！他有3个 SSS 级天赋又如何？我的天赋可是剑系专精的 S 级天赋，剑魂。咱俩联手未必不比他强。秦风，我可是咱风云学院唯一的 S 级武器觉醒者，你确定不要与我进行契约？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。检测到 SSS 级剑系武器觉醒者夏梦瑶，请宿主速速与之契约。这是谁啊？好漂亮！没看到她身边站着夏城主啊？她应该就是夏城主的独女夏梦瑶了。夏梦瑶，那个传闻在京都上学的天之娇女。你就是那个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的觉醒者？这丫头倒是生得漂亮。周维儿和她一比，简直就是丑小鸭了。哼，在下秦风，见过夏城主与夏小姐。哈哈哈哈！3个 SSS 级天赋，小子，你可是整个大夏历史上都独树一帜的存在啊！秦风，我倒是好奇你觉醒的3个 SSS 级天赋究竟是什么？既然系统让我契约夏梦瑶的话，我就不能藏着掖着了。要是不展现出足够的能力，别说夏梦瑶看不上我，就算是夏战都不会同意我与夏梦瑶契约。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赋。好恐怖的剑气，现在感觉无数剑气在撕破我的身体。这就是 SSS 级天赋散发的威能吗？天哪！啊！为什么秦风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让我如此恐惧？这秦风究竟觉醒了什么天赋？为什么我会情不自禁想要往他身上扑？剑道至尊，怪不得梦瑶会主动跟我来，原来是被这小家伙吸引了。这小子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天赋还与梦瑶如此契合。梦瑶，老爹对这小子很满意，这么优秀的少年可要抓紧喽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。不过老爹说的对，如果我能与他联手，凭借我自身的天赋，制霸大夏也不是梦。不行，秦风绝对是我的。秦风，我知道错了，
我不应该和你说分手的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周围也太放得开了吧！哼，大庭广众也不怕丢脸。你懂什么？周围是剑娘，秦风的 SSS 级剑系天赋与他最契合。秦风这下惨了，被这么一个牛皮糖粘上，恐怕与夏梦瑶契约就难喽。这个女人为达目的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哼！不过，我可不是以前的那个秦风了。原谅你，说的轻巧，一个觉醒 S 级武器，就把我抛弃对张云飞投怀送抱的女人，现在反而看到我变好了，要回来缠着我。秦风，你听我解释。哼，你真当我这里是垃圾站？什么垃圾都要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。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还请你别再打扰我。这个秦风性格虽然刚强了点，但也算为人正直。我虽觉醒 SSS 级武器轩辕剑，但不与人契约，自己始终无法达到巅峰。可是比起张天道那个家伙，这个秦风倒是给我感觉更好一些。秦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。夏小姐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咱们进行契约如何？什么？夏大小姐要主动与秦风契约？我去，秦风这是什么逆天运气啊？能被夏大小姐倒追？夏大小姐她要倒追秦风？不会吧？她在京都可是追求者成牌的啊！谁敢多看一眼都被她冷眼扫回去。现在竟然神啊！原来有天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哈哈哈，女儿这总算是长大了。不行，秦风他是我的。你这个女人，竟然在我和我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主动勾引他，你真不要脸！这个周威尔，真当小爷我不会生气吗？有本事你再说一句！你可知我觉醒的可是 S 级武器寒月剑。就算你是城主女儿，也不能如此肆意妄为，和我比天赋。我可是 SSS 级的人族神兵轩辕剑。SSS 级武器，我去！我说夏梦瑶怎么被京东那么多人追？原来是因为她觉醒了 SSS 级武器啊！轩辕剑，传说中的人族神兵，怪不得夏梦瑶要主动追求秦风，这感情是要强强联合啊！秦风，我们进行契约，利益才能最大化。没想到这夏梦瑶觉醒的竟然是 SSS 级的轩辕剑。传说中人皇轩辕就手持此剑，杀的是儿子，还在靠近大夏。人皇轩辕只有一个 SSS 级天赋，而我却有3个，那我成就岂不是能超越人皇轩辕？恭喜宿主与夏梦瑶契约成功，奖励天阶功法人皇剑诀。夏梦瑶，我可是觉醒了 SSS 级的剑系天赋，你再高傲又如何？迟早成为本公子的胯下玩物。不好了，少主，夏梦瑶她与人契约了。什么？究竟是哪个不要命的，胆敢与夏梦瑶进行契约？根据云州螃蟹的张云飞汇报，
是一个叫秦风的家伙。秦风，我要你死！再来一轮，瞄准眼睛，长城阵，停住，稳住！看到那蛮牛了吗？那才是黄阶9段的妖兽，但也不是你们这两个小娃娃能抗衡的。我看你们两个还是先回去练练级吧。赵统领，你这是看不起我们了？我承认你是天之娇女，但这里是战场，死亡人人平等，妖兽可不会因为你是天之娇女而放你一条生路。尤其是你这个家伙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，我怀疑你是否真能发挥出轩辕剑的威能。周威尔，他怎么也在这？区区斗战蛮牛，就让你们这么害怕了？哼，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来看看我们秦大天才喽。3个 SSS 级天赋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你是想试试？一般般吧，也就1天的时间，培养了一个黄阶9段的剑娘罢了。秦风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抛弃了我，我还遇不上张少这么优秀的男人呢。1天培养了一个黄阶9段的剑娘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用了3年时间，这也才将我老婆培养到黄阶9段啊！这就是张家的实力吗？小子，你现在最好取消与夏梦瑶的契约。她可是张天道看上的女人，你不与她取消契约，我今天就要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！1天才黄阶9段，你们张家不过如此。玄阶1段，怎么可能？好像也不怎么样嘛。玄阶1段，这怎么可能？1天时间从黄阶9段突破到玄阶1段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凭什么？他明明没有张家的资源扶持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可秦风这个平民小子，竟然能比我突破得更快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要知道夏梦瑶可是 SSS 级剑娘，她突破所需的灵力几乎是周威尔的10倍啊！不好，是玄阶1段的黑灵毒蟒，快结阵防御！检测到玄阶1段妖兽黑灵毒蟒，符合任务目标，击杀黑灵毒蟒，奖励人皇之气。人皇之气可强化契约羁绊，助宿主与夏梦瑶领悟人皇之力核心。人皇之气吗？看来我实力又能进一步的提升了。
这妖兽也太恐怖了，玄阶实力根本挡不住啊！毒液一碰就死，我们还是快跑吧，再打下去都得死在这儿。要不我们撤吧，这黑灵毒蟒根本杀不死。都给我稳住！背后就是风云州腹地，身后是万千百姓，我们无路可退。盾牌手列阵挡在前方，弓箭手准备散射眼睛，箭矢绕后攻击7寸，各司其职，绝不能让他突破这墙。玄阶一段又怎么样？不过是运气好突破的快罢了。有本事你倒是上去杀了那头黑灵毒蟒啊！别只会站在那装样子。就是，空有等级有什么用？真遇上这种凶厉的玄阶妖兽，还不是吓得不敢动弹？我看你那3个 SSS 级天赋，也不过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休得胡言！这黑灵毒蟒可不是普通玄阶妖兽，它的鳞片坚硬如铁，寻常武器根本破不了防，更别提它的剧毒，沾之即死。就算是玄阶3段的强者，想要斩杀它，都得付出惨重代价。秦风刚突破玄阶1段，怎么可能轻易做到？这是准备对我用激将法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趁机从这个张云飞身上搞点什么宝物过来吧。张家在风云州也算是有点实力。你说我杀不了这黑灵毒蟒，那要是我能杀了他，你又当如何？这个蠢货真的上当了。这黑灵毒蟒的剧毒霸道无比，毒液渗透力极强，就算玄阶3段的人都得小心翼翼，稍有不慎就会中招。秦风就算有3个 SSS 级天赋，也不能违背修行常识。玄阶1段的灵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对抗这种级别的妖兽，更别说斩杀了。你要是真能杀了这黑灵毒蟒，这柄清风剑就送给你。这是玄阶上品的剑形武灵玉。武灵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哈哈哈，秦风，你该不会是个土鳖吧？连武灵玉都不知道，亏你还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，原来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平民。武灵玉可是觉醒者的专属装备，能直接增幅战力。像这玄阶上品的武灵玉，不仅能提升剑系攻击的锋锐度，还能额外附加灵气防御。也就你这种没接触过顶级资源的穷小子，才会对武灵玉一无所知。检测到玄阶上品武灵玉，发布任务，获取第1块武灵玉。任务奖励：武灵玉融合权限，可将武灵玉之力融入契约羁绊，永久提升夏梦瑶武器威能。可以让夏梦瑶与武灵玉进行融合，这个效果有点厉害啊！既然你把如此好的东西送上门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梦瑶，走，咱们去杀妖。秦风，不可冲动，这黑灵毒蟒剧毒无比，玄阶上品武灵玉虽好，但也不能拿性命冒险。你刚突破玄阶1段，根基未稳，没必要为了一块武灵玉硬汉这种凶物。龙帅说的对，这黑灵毒蟒的鳞片刀枪不入，我们这么多人都拿他没办法。你们2个孩子上去太危险了。是啊，武灵玉固然珍贵，但保命要紧，没必要逞一时之能。等后续支援到了，我们再联手对付他也不迟，没必要现在冒险。怎么，秦大天才这是怕了？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现在知道黑灵毒蟒的厉害了？要是不敢去，就趁早说一声，别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。我看他就是怕了，刚才突破到玄阶1段的那股嚣张劲呢，现在连面对妖兽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我看你那3个 SSS 级天赋根本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，连块武灵玉都没本事拿。废物！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厉害。这气场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他明明只是刚突破玄阶1段。不可能！一个平民小子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威压？这比张天道大人的气场还要吓人。玄阶1段就能引动如此磅礴的剑气，这已经超出了我对天赋的认知。这就是2个 SSS 级天才结合后所能展露出来的恐怖实力吗？秦大人这也太帅了吧！这气场
感觉能直接压垮那头毒蟒。这就是 SS 级天赋加 SSS 级剑娘的威力吧，简直颠覆想象。之前还觉得他年轻，现在看来，咱们都小看这位秦大人了。气场强又怎么样？不过是徒有其表。黑灵毒蟒鳞片坚硬如铁，剧毒无比。他一个刚突破的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张少说的对，气场再强也不能当饭吃。那毒蟒的毒液沾之即死，他根本破不了防，纯属自寻死路。大家快看，秦风要动手了！想跑，人皇剑诀第一式人皇灯笼闪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招式？金龙线！是啊，太震撼了！剑下去，毒蟒怕是要直接被劈成两半。秦大人牛逼！这才是真正的顶尖战力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招式？一个平民小子凭什么能掌控如此恐怖的力量？这一剑的品质已经超越了玄阶战技的范畴，剑炼如实质，还能引动龙气，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剑诀啊？凭这就想挡住我的人皇灯笼斩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！恭喜宿主斩杀黑灵毒蟒，奖励人皇之气开始发放。这是我的力量，刚才那一剑的威力竟然如此恐怖。不过才契约短短10日，我的实力竟然提升的这么快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根本想都不敢想。以前总觉得天赋顶尖者都是狂妄之辈，可秦风不一样，他不被出身束缚，不被过往拖累，更有足够的实力护得住身边人。选择与他契约，果然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秦大人牛逼，夏小姐威武，玄阶毒蟒都被一刀斩了，我们赢了！有秦大人和夏小姐在，异族战场不足为惧。好一个秦风，好一个夏梦瑶，不愧是天之娇女与绝世天骄的组合，这实力足以震慑风云昭。张大少，刚才的赌约你该不会忘了吧？愿赌服输，清风剑该交出来了吧？这清风剑可是家族耗费300年份的灵玉髓炼制的玄阶上品，古灵玉不仅能增幅3成剑系战力，还能抵御玄阶中品以下的武器，是我突破玄阶的关键一仗。交给秦风，那我以后在家族的地位只会一落千丈，再也没有对抗他的资本，绝对不能给。不行，清风剑是张云飞现在最强的依仗，一旦交出去，我们俩在秦风面前就彻底没了翻身的可能。他现在已经是玄阶一段，还有 SSS 级轩辕剑加持，没了秦风剑，我们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以后只能任人拿捏。秦风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刚才的赌约根本做不得数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耍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才斩杀黑灵毒蟒的？说不定是那妖兽恰好濒死，被你捡了便宜。没错，这赌约本就是随口一说，岂能当真？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？输了就不认账，张家的人也太没品了吧！刚才赌的时候说的那么嚣张，现在输了就反悔，真是丢尽了脸面。这种言而无信的人也配成什么天才？简直是大夏的笑话！输不起就耍赖，如此行径真是有辱名门望族的身份。怎么，张大少这是准备言而无信了？刚才赌的时候气焰嚣张，现在输了就想赖账？你们张家的脸面就这么不值钱？秦风主动要这清风剑，必然不是贪图一件玄阶上品武灵玉那么简单。不
是还有办法让这武灵玉对他有其他的作用。既然如此，这清风剑必须要拿到手。交出清风剑，不然死！这是什么气魄？感觉连空气都要被劈开了。夏小姐也太恐怖了吧！这气势比刚才秦大人战斗忙时还要吓人。这就是 SSS 级人族神兵的真正威力吗？简直像是人皇降临啊！武七娘在没有觉醒者加持的情况下，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气魄，这违背了武七娘契约的根本法则啊！我执掌军权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组合，从未有过这般景象。该死！她明明只是武七娘，没有秦风的灵力加持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势？真要交出清风剑，那可是我突破玄阶的依仗。可不交的话，看他这架势，真的会杀了我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拥有这一切 ？SSS 级天赋，城主之女的身份，现在还能得到秦风这样的绝世天骄青睐。秦风本该是我的契约者，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也该是我的。是夏梦瑶这个女人抢走了我的人生。不愧是轩辕剑的持有者，人皇之气爆发出来，连我都感受到了一丝压迫感。这就是强强联合的真正底气啊！夏梦瑶，别来无恙啊！天道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！您再晚来一步，属下就要被这秦风欺辱惨了。有了天道大人撑腰，你一个小小秦风还能掀起风浪来不成？他就是张天道吗？他身上的气息竟然与秦风不相上下。帝都张家的张天道，他怎么会来到风云州这里？就是帝都张家的继承人，气场也太吓人了吧！比黑鳞毒蟒还要让人窒息。不是环绕的都是 S 级级别的剑娘吧？这实力怕是能横扫整个异族战场。这下麻烦了，秦大人和夏小姐怕是遇到硬齿了。张天道，你不在京都待着，来我风云州干什么？放肆！谁允许你如此与主人说话呀？敢对主人不尊敬，便是死罪。这是什么恐怖的气息？感觉灵魂都要被冻住了。是死亡，她身上的气息就是死亡本身。完了完了，这女人竟然能掌控死亡的力量，这是死亡之气，有点意思。这女人身上的气息，竟然能让我的剑道至尊天赋都微微悸动。不过能让我感觉到悸动的力量只有 SS 级吗？不应该啊。难道这个女人的力量被这个黑金头箍给压制住了？检测到特殊 SS 级剑娘阿克流，其灵魂被束缚，沦为工具。任务解救阿克流，破除其灵魂枷锁。奖励：解锁第2个契约名额。第2个契约名额吗？张天道，你还真是给我带来了天大的惊喜啊！秦风，一个平民出身的废物，也配拥有夏梦瑶这样的 SSS 级觉醒者？
主人，秦风，只要你乖乖让出夏梦瑶，这些 S 级剑娘随便你。张天道，你休要痴心妄想！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秦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该知道什么选择对自己最有利。放弃夏梦瑶，你能得到旁人几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，但执意顽抗。只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秦风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的剑娘数量太多，硬拼恐怕可以换，只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算你聪明。我要他。把他给我，我就考虑考虑。秦风，除了阿克流，在场的 S 级剑娘你随便挑，甚至我可以再额外赠予你3柄玄阶上品武灵玉。这个秦风怎么会盯上阿克流？他难道看出什么了？阿克流斯黑剑，那是西方世界流传千年的神器，传说中的命定死剑，就算是比不上夏梦瑶，也不遑多让。即便是现在的我，也是依靠封印之力封住他的千神，这才能操控他。秦风，除了阿克流，其他的都可以，甚至只要你愿意，他们都可以是你的。就是，秦疯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天道大人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还敢挑三拣四？张少说的对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，真以为自己能无法无天了？什么时候？废物也能开口了。这股力量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这究竟是什么力量？怎么可能光凭借气息就能将我震飞？这不可能！我的天，秦大人这气场简直要逆天了！一口气掀翻2个黄阶9段，这就是 SSI 级天赋加人皇之气的威力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太强了！秦大人不愧是能斩杀玄阶毒蟒的存在。看来我们之间是没得谈了。张天道，你真以为凭借人多就能逼迫我们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去死吧！蝼蚁之辈也敢觊觎我的东西，今日便让你知晓何为天壤之别。玄阶5段，这张天道的实力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！秦风，你死定了！天道大人动真格了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是自不量力，以为斩杀了一头玄阶毒蟒就天下无敌了，在天道大人面前，你连尘埃都不如。受死吧！秦风，你和梦瑶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就凭你也配拦我？秦风，带着夏小姐，快走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违抗我的下场。交出夏梦瑶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甚至给你一条生路。不然，她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。张天道，你该不会真觉得自己能打得过我吧？狂妄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
今日我便让你为这份傲慢付出代价。看来该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了。玄阶3段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恐怖的人皇之气！难道说，这个秦风已经完全掌握了轩辕剑？我与阿克流相处快半年，都还未能完全掌控他。秦风才与夏梦瑶契约几天，这怎么可能就完全掌握了？武器魂化，这怎么可能？武器魂化，这可是地阶存在才能掌握的能力。秦风他竟然掌握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？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力量。这个秦风，他凭什么能变这么强？一个平民小子怎么可能掌控如此力量？我绝不相信！哼，有武器魂化又如何？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。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啊！什么？张天道，你引以为傲的大阵，貌似好像也不怎么样吧？我的剑阵竟然被破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天道大人的剑阵，这怎么可能被破？假象，这绝对是假象！凭什么？这个明明是个废物的家伙，凭什么能够变得这么强？他之前明明只是我的舔狗而已。我才是天之骄子，帝都张家继承人 ，ISS 级御剑神童天赋，掌控西方神器阿喀琉斯黑剑。我从小享受最优渥的资源，受尽万人追捧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现在交出黑剑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不然，我可不知道你会怎么死。饶我不死？你个废物也配？秦风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！秦风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！奇怪，这阿喀琉斯黑剑解除枷锁后，怎么会让他的生命力快速降低？难道这柄剑的真正力量需要消耗使用者的生命力来催动？哈哈哈，秦风，你死定了！这是天道大人的底牌，解除了黑剑封印的他，实力早已超越玄阶。今天你必死无疑。秦风，你给我去死吧！命定死剑啊！让我们彻底毁灭这个地方吧！秦风，你一个平民废物，能逼我动用这献祭生命力的禁忌招式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能死在命定死剑之下，这是你此生的福分。秦风，受死！秦风，这剑的死气好强，我有点扛不住，怎么办？
慌什么？就这点能耐，还不至于让我为难。人、皇、剑、尊。怎么可能？玄阶6段，你怎么会突破这么快？这就是传说中能毁天灭地的命定死剑，就这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过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挡得住命定死剑的全力一击？这个秦风怎么可能比得过？凭什么？他明明以前是个连天赋都没有的废物，现在却能碾压张天道。倘若我没有与他说分手，那现在站在巅峰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哼，张天道，你引以为傲的命定死剑就交给我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与命定死剑的契约联系断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解救阿克流，破除灵魂枷锁。奖励发放，解锁第2个契约名额，命定死剑认主成功。属下阿克流参见主人。这就是命定死剑的真正力量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张天道，我还要多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，我还没办法拿下这命定死剑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强行夺走我契约的武器娘？强行夺走别人的契约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吧？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别人的剑娘他都愿意收服，反而我这个女友他都不看一眼？秦风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清风剑，该给我了吧？清风剑给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检测到玄阶上品武灵玉清风剑触发融合权限，恭喜宿主掌握武灵玉融合能力，可将武灵玉之力融入契约羁绊，融合清风剑，奖励剑系、攻击、锋锐度提升40%。可以融合武灵玉的力量吗？看来我又找到一条新的升级之路呀！不可能！武灵玉之力就能被直接吸收，这怎么可能？仅仅是玄阶上品的清风剑，就能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加成。帝都张家作为顶级家族，家底必然丰厚。嘿嘿，看来势必要从张天道身上搞来一批武灵玉用了。张天道，你主动带人激我，还预置我于死地，咱们这笔账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你这个混蛋夺走了我的命定死剑，还想干嘛？嘿嘿，自然是要点赔偿喽。这样吧，你赔我180个武灵玉，要不然我可拦不住想要杀死你的阿克流。180个武灵玉，秦风，你别太得寸进尺，真以为掌控了2柄 SSS 级武器就能拿捏我？我张家乃是帝都顶级势力，岂容你一个废物肆意勒索？
玄虚老弟，蔡亚弟妹，这坛可是我珍藏30年的灵犀酒，今日你们能来，必须喝个痛快。夏城主客气了，能喝到你这宝贝是我们的福气。夏城主的珍藏果然名不虚传，入口醇厚，灵力绵长。酒再好，也比不上我女儿梦瑶的眼光。你们是没见到秦风那小子，简直是惊为天人。哦，夏城主如此推崇，这秦风当真如传闻中那般，觉醒了3大 SSS 级天赋。剑法通神，剑元神体，剑道至尊，3个 SSS 级的剑道天赋本身就是真的。我女儿梦瑶的 SSS 级轩辕剑，跟她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契约后短短10日，2人双双突破玄阶，此等天赋，纵观大夏百年，独一份。3大 SSS 级天赋，还能与 SSS 级剑娘完美契合，这秦风与夏梦瑶的未来不可限量啊！可不是吗？以前我还担心梦瑶的 SSS 级力量难以掌控，现在有秦风在，他不仅彻底掌控了轩辕剑，还能引动天地龙气，未来比我这城主可光明太多了。实不相瞒，夏城主，我此次前来风云州，并非单纯拜访。我早已听闻风云州出现3位 SSS 级天赋持有者，起初还难以置信，毕竟 SSS 级天赋千年难遇，一次性出现3个，简直是逆天异象。今日听你一说，我更是好奇，想要亲眼见见这位绝世天骄。有了他，或许我们可以解决大夏面临的危机。这是古神的气息。秦风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这是什么力量？既不是灵力，也不是幽冥死气，带着一股能侵蚀神魂的诡异气息。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！伟大的克苏鲁大人，我愿意献祭我自己。来换取摧毁这里一切的力量吧！张天道他变样子了，是古神侵蚀，传说中能污染生灵神魂、扭曲形态的邪恶力量。被古神力量同化的人会彻底失去自我，沦为只懂毁灭的怪物。张天道他已经被古神控制了。检测到邪恶古神克苏鲁的化身，触发紧急任务。肃清古神化身，任务奖励：天阶功法死神剑诀。区区古神化身罢了。还轮不到让我害怕。秦风，你区区一介凡人，也敢与神明赐予力量的我抗衡？今日便让你尝尝被古神力量碾碎的滋味！克苏鲁巨象拳，好恐怖的力量！秦风，小心！那是什么怪物的拳头？这根本挡不住啊！秦大人能扛住吗？这简直是天灾级别的攻击！完了，我们都要完蛋了！张天道，你引以为傲的古神力量，未免有点太垃圾了吧？
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古神巨象竟然落入下风了！阿克琉可是西方神器命定死剑的剑娘形态，连我都要靠封印才能勉强操控，他竟然能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使用，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若不是我手边没有趁手的剑娘，若还有一柄能发挥全力的剑，秦风，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这个女人是 S 级寒月剑娘，虽然天赋不及夏梦瑶和阿克琉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也算是有一战之力。周月儿，你想报仇吗？想让秦风那个抛弃你的废物付出代价吗？你能帮我？服从我，成为我的剑娘，我便赐你足以碾压秦风的力量，甚至可以让你亲自斩了秦风。碾压秦风的力量，亲手斩了他。只要服从这个被古神控制的怪物，就能报复那个抛弃我，让我沦为笑柄的男人。以前我是 S 级寒月剑娘，他不过是个废柴，如今却踩着我登顶巅峰，凭什么？都是秦风，若不是他觉醒了3个 SSS 级天赋就翻脸不认人，我怎会被当众羞辱？若不是他选择了夏梦瑶那个女人，我本该是站在他身边，被万众瞩目的契约者。一切的屈辱和不甘，全都是他逼我的。秦风，你以为你觉醒了顶级天赋，就能肆意践踏我吗？我要你付出代价。给我力量，我要杀了秦风。秦风，就让你见识见识克苏鲁古神真正的力量吧！这把剑气息太诡异了。主人，这股力量远超之前的幽冥死气，带着毁灭与侵蚀的双重威压，连我的命定死剑都感到了忌惮。秦风，受死吧！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李玄旭，你怎么会在风云州？张家小辈竟敢勾结古神，祸乱风云州！今日老夫斩了你，以正大夏之法。张天道，人族危难之际，你不思守护大夏，反倒勾结古神，异化自身，背叛同族，此等罪孽，天地难容。老夫今日便替大夏行天道，斩了你这叛徒，以儆效尤。该死！怎么会遇上李玄旭这个老东西？地阶9段的实力，还有 SS 级中亚灵刀加持，我就算融合了古神力量和血月剑，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秦风，都是你这个废物，坏我好事！
若不是你半路杀出，我早已拿下夏梦瑶，掌控命定死剑，哪里会落到这般境地？秦风，你别得意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有李玄虚护着你。但你给我记好了，今日之辱，我张天道必100倍奉还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带着更强大的力量回来，将你挫骨扬灰，夺走你拥有的一切。叛徒，哪里走？既敢背叛人族，便别想活着离开。我的攻击被吸收了。想走？你问过我了吗？想走？晚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两柄 SSS 级武器怎么可能融合？不可能！我的古神巨象怎么会被一击击溃？恭喜宿主肃清邪恶古神克苏鲁法阵，奖励天阶功法死神剑诀。这就是死神剑诀给我带来的力量吗？还真是爽呢！秦风，你怎么可能破了我的古神之力？这秦风不过玄阶6段，竟能融合2柄 SSS 级武器，一击击溃古神化身。这般天赋与战力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张天道，你引以为傲的依仗也不过如此。今日我就送你去死吧。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秦风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秦风，今日之辱，我张天道铭记在心。他日，我必将你挫骨扬灰，夺走你所有的一切。还是让这个家伙跑了吗？不过也算是救下了秦风，如此年纪轻轻就能拥有此等战力，此等绝世天骄，一旦成长起来，我大夏或许真可以解决古神的危机。哟，这不是张家的天之骄子吗？怎么弄得跟丧家之犬一样，满身是伤的跑回来了？
怎么阿克流不见了，反而来的是这个东方丫头？张天道，你该不会把古神大人给予你的命定死剑给丢了吧？闭嘴！要不是李玄旭那个老东西突然插手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？要不然夏梦瑶早就被我给夺过来了。失败者的借口毫无意义。古神不需要只会抱怨的侍奉者。他就是我力量的源泉。我的侍奉者们无需争执，秦风拥有三光同坠的天赋异象，契约了轩辕剑与命定死剑，已成我降临此界的最大阻碍，赐予你们更强的古神之力。你们6人联手，务必除掉秦风，摧毁他的契约羁绊。谨遵古神指令，我等必将斩杀秦风，为古神扫清障碍。秦风，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！你的死期到了。李前辈，异族战场出现的古神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他的力量太过诡异，绝非普通凶兽吧？秦风，你有所不知，100年前红月凌空，蓝星变异，根本不是自然异象，而是古神苏醒引发的连锁反应。这些古神来自域外，以侵蚀生灵神魂，掠夺世界本源为实，凶手肆虐不过是他们降临前的铺垫。古神的力量远超玄阶、地阶范畴，他们的神魂与世界绑定，普通攻击根本无法重创。想要真正击败古神，至少要将自身实力提升到天阶，掌握法则之力，才有一战的可能。天界之上才能触及世界本源，古神的侵蚀之力才会失效。但大夏100年间，能突破天阶的强者寥寥无几。我与玄虚虽被万众敬仰，但以我与他的天赋，此生想要破入天阶，难如登天。不过你小子不同，天资卓越，我觉得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，你破入天阶唾手可得。说不定古神之祸还能在你手里终结。检测到宿主，了解古神核心真相，触发主线任务，肃清古神。任务目标：斩杀邪恶古神克苏鲁本体，阻止域外古神降临蓝星。任务奖励：解锁终极天赋剑神人皇体，掌控世界本源之力。就用你试试死神剑诀的威力。有意思，这死神剑诀果然不一般。普通战技只能杀敌，死神剑诀却能掠夺对方的生命力，转化为自身的力量，不仅能快速恢复伤势，还能助推境界突破，简直是为历练量身定做的神器。万妖窟妖兽云集，
遍地都是玄阶甚至地阶要素，只要不断斩杀他们，吸收足够的生命能量，说不定真能在这里突破桎梏，一举踏入天阶。好浓郁的生命气息！难道这万妖窟内部有什么秘密不成？这股生命能量也太精纯了吧！比之前斩杀的所有妖兽加起来都要浓郁数倍。梦瑶，你对万妖窟了解最深，以前听说过这里有能散发这种能量的东西吗？万妖窟是风云州有名的险地，我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外围历练，典籍里也记载过它的来历。按记载，这里只有狂暴的妖兽和侵蚀神魂的瘴气，从未提到过有如此纯粹的生命能量源，这根本不合常理。主人，这股能量很纯粹，没有任何杂质，也没有蛊神那种侵蚀性。如果能吞噬吸收，不仅能彻底稳固主人的玄阶7段修为，甚至有可能直接冲破桎梏，破入地阶。吞噬就可以破入地阶吗？正好省去我慢慢积累的功夫。不管这能量源是什么，既然送上门来，没有不收的道理。走，咱们去探探这万妖窟的秘密。张天道，这就是你们大夏的帝都，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，跟待宰的羔羊没什么区别。蛊神大人的力量已经彻底融入我们体内，这里的防御在我们面前就是笑话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急什么？让这些蝼蚁多感受一会儿恐惧，不是更有趣吗？以前我还需要顾及张家的颜面，顾及大夏的规矩，现在有蛊神大人撑腰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秦风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杀了你！这么快，实力就达到玄阶9段了吗？这万妖窟果然是历练的宝地。不对劲，根据万妖窟的记载，这里凶兽根本不可能这么多。而且每一头的实力都接近玄阶巅峰，这太反常了。这还只是外围范畴啊！主人，夏小姐说的没错，这些凶兽的密度和战力已经远超正常险地的范畴，仿佛是被刻意聚集在这里的。这里确实奇怪，而且这里的生命能量越来越浓郁。刚才斩杀的凶兽体内的能量也比外围精纯太多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复活了！这股力量是生命之力。生命之力让这些家伙复活了。生命之力是世界4大本源力量之一，与时间、空间、死亡并列，是维系万物存续的核心能量。死亡之力主毁灭与终结，生命之力主新生与存续，二者是相生相克的本源，可我竟会对它产生本能忌惮。检测到纯粹生命本源，触发任务，掌握生命之力。
任务目标：吸收万妖窟核心生命能量，初步掌控生命之力，完善任务奖励。第3个剑娘契约阁。第3个剑娘契约阁，这个万妖窟能给我带来的好处，要远超出我的想象啊！看来我不得不深入万妖窟一趟了。这里就是万妖窟的深处。这么多年了，终于有人能来到这万妖窟的禁区了。好恐怖的生命气息，比我见过的任何力量都要纯粹磅礴。不过，这万妖窟的内部怎么会有一个女人？她是那位青离剑仙。青离剑仙，青离剑仙，大夏100年前传闻中觉醒了 SSS 级武器，青离仙剑的绝世强者。当年他与契约者联手，横扫妖兽巢穴，护佑大夏10几载。最后传言2人早已破碎虚空，飞升而去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是100年前的飞升强者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人能认出我。男人都是虚伪至极的东西，既然来了，那就给我去死吧！好强的剑意，这就是青离剑仙的力量吗？他明明没有契约者，为何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力量？武器娘脱离契约者，战力本该大幅衰减才对。他的剑意里藏着深深的怨恨，而且只针对男性。难道当年所谓的飞升另有隐情？不管隐情是什么，先压制住他再说。这个家伙竟然光凭借天赋就能压制我的剑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剑意竟然被压制了！不可能！我苦修100年的剑意，怎么会被一个毛头小子封印？青离剑仙，我并无恶意。无恶意？哼，你们男人哪一个不是口蜜腹剑？当年若不是轻信男人的花言巧语，我怎会落得这般境地？传闻100年前，你与契约者早已破碎虚空，飞升而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飞升？原来外界是这样评价我的，赵玄德，赵玄德，
你真是好狠啊！秦风，紧急情况，帝都遭古神大军突袭，张天道带着异化妖兽大肆屠戮，城池已破大半。我与夏城主正在拼死抵挡，但古神力量诡异，我们伤亡惨重。你切记，切勿回帝都，只有你活着，我们大夏才能有救。这股气息不会错的，这个家伙就是张玄德。张玄德，100年了，你竟然化作这等祸乱苍生的怪物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张玄德，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秦风，我想起来了，张玄德正是青离剑仙当年的契约者，也是帝都张家100年前的奠基者。100年前，张家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家族。正是因为张玄德带着青离剑仙横扫妖兽巢穴，为张家积累了海量资源和人脉，张家才一步步崛起，成为帝都顶级势力。原来如此，那这样一来，所有事情就串起来了。当年张玄德根本没有和青离一起飞升，反而很可能是在突破境界时出了岔子，被古神力量侵蚀，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克苏鲁古神。看来当年所谓的飞升，并非是大夏人认知中的飞升呀。秦风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现在帝都被古神入侵，势力根本无法抗衡。这点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想到快速成长的办法了。已经想到快速成长的办法了。青离，你想杀了张玄德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张玄德早已与古神之主缔结共生契约，如今的他融合了古神本源，寻常天阶强者在他面前都如同蝼蚁。你不过玄阶9段，在这种层次的力量面前，根本没有反抗的手段。青离剑仙，秦风的天赋绝非寻常，他说不定真有办法。SSS 级天赋确实罕见，你的天赋甚至能压制我的剑意，也算有些本事。但想对抗融合古神之力的张玄德，这点能耐远远不够。你走吧，我念在你天赋异禀，不杀你。青离前辈，别这么沮丧嘛，一个 SSS 级天赋确实不够格。老子的 SSS 级天赋可不止一个啊！青离前辈，如此的话，我够不够资格？一个 SSS 级天赋就已是千年难遇的逆天异象，多少人穷尽一生都难见其一。这秦风竟然同时拥有3个天赋觉醒，本就讲究机缘与契合。3种顶级剑道天赋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前辈，我知道你对张玄德恨之入骨，只要你愿意与我契约，我不仅能帮你报100年囚禁之仇，更能彻底斩杀已成古神的他，还大夏一片安宁。他的天赋确实恐怖到超出想象，3个 SSS 级天赋叠加，再加上2柄 SSS 级武器，或许他真的有与张玄德抗衡的资本。
不行。青离前辈，你不愿意与我一起吗？不是我不想跟你走，而是我的神魂被囚禁，无法跟你离开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万妖窟禁区，而是古神的封印之地。张玄德当年并未完全被古神侵蚀，他将自身部分神魂与古神本源绑定，设下这处封印。我被囚禁在此，是他要用我的生命本源能吸引他人凶兽进去，而这些凶兽猎杀人类，吞噬生灵气息，最终都会通过封印符文源源不断输送给已成古神的他。此地融合了古神之力，就算是天阶强者青灵想要破除，也难如登天。融合了古神之力的封印吗？这倒是有些困难了。倘若不能契约清理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就算走出万妖窟，也根本无法与古神巨象抗衡。封印的核心在哪里？就在那柄幽暗绿石剑里，它是封印的阵眼，也是锁住我神魂的关键。这是剑系的封印。若是别的类型封印，我还无法处理，但这剑系封印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封印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回来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封印融合了古神之力的禁制，就算是天阶强者，也未必能撼动分毫。青离前辈，如果是别的封印，我确实没办法解决。但我的剑道至尊天赋，本就凌驾于所有剑系力量之上，这点力量根本就拦不住我。青离前辈，现在愿意与我合作，一起斩了张玄德吗？他的天赋确实逆天，剑道至尊竟能直接破掉古神剑印。百年囚禁之仇，张玄德的滔天罪孽，我岂能不报？与他契约，或许真的能亲手斩杀那个叛徒。检测到 SSS 级剑娘清离仙剑自愿契约，触发任务完成条件。恭喜宿主掌握生命之力奖励，解锁第3个剑娘契约格，开始缔结契约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！不要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张天道，你身为张家继承人，大夏子民，为何要勾结古神，屠戮同族？同族，夏战，你太天真了。在登神之路上，这些凡人不过是供我汲取力量的养料罢了。弱者的命本就该为强者铺路。夏战，既然你的女儿找不到，
那我想找你算账。若不是夏梦瑶那个家伙抢走秦风，若不是他天生拥有 SSS 级轩辕剑，我怎会落到依附他人的地步？今日我得先杀了你，再去取夏梦瑶的狗命！下站，小心！该死，好恐怖的气息！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梦瑶，你怎么来了？秦风，原来你还敢来啊！张天道，几日不见，倒是越来越有携身走狗的模样了呀。秦风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废物！我倒是没想到，你明明知道地都已是绝境，明知过来就是死路一条，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。我真是不知道该夸你勇气可嘉，还是脑子短路。父亲，你怎么样？胡闹！我不是让你们躲起来吗？帝都现在已是古神肆虐的炼狱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太危险了！张天道已经被古神彻底侵蚀，还有那尊巨像，你们根本抗衡不了。秦风，你赶紧带着梦瑶离开，这里有我和夏真顶着，你是大夏最后的希望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想走？未免太晚了吧！秦风、夏战还有李玄旭，你们以为凑在一起就能改变什么？就让你们尝尝古神的真正力量！不好，这力量已经超出地阶范畴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，竟然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！哈哈哈！从现在起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。空间都被封锁了，这不会一切都完了吧？这是生命能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生命能量，怎么可能？生命之力是世界本源，除了传说中的顶级神兵，根本无人能掌控。你一个平民小子，怎么会拥有这种力量？秦风，你怎么会掌握生命能量？这可是连天阶强者都难以触及的本源之力啊！
生命能量，这小子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掌握生命能量而已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青离仙剑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不是100年前就与张玄德以破碎虚空飞升而去，怎么会出现被秦风操控？这真是那位100年前的青离剑仙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青离仙剑不是被老祖封印了吗？他怎么会在秦风的身边？这是青离仙剑。这个秦风怎么连他都契约了？是神仙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青离剑仙，100年前的传奇强者，他竟然真的还活着，还和秦大人契约了。有3位 SSS 级剑娘相助，我们有救了，大夏有救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青离剑仙100年前便传闻飞升，就算未飞升，以他的身份与实力，怎会甘心与后辈契约？青离剑仙，他怎么还在大夏啊？张家的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张玄德背叛同族，将我囚禁100年，滋养你们张家崛起。今日便先斩了你这个叛徒，清算张家的血债。怎么可能？你为何能凝聚这么多分身？一个分身对于灵力的消耗就是恐怖。这上千个分身，青离这个家伙怎么可能坚持得住？这股威压，比古神大人的气息还要恐怖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的天！这是多少柄剑啊，数都数不清。这就是100年前传奇剑仙的力量吗？太吓人了！有青离剑仙出手，张天道这个恶魔死定了。分身数千，剑意凌云。这等手段，就算是天阶剑修，也未必能做到。青离剑仙的实力，张天道，之前你用空间封锁困我们，现在你好像有点作茧自缚了吧？杀！你的防御被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记青离万剑龟，数千分身同时催动，就算是我巅峰时期，灵力消耗也足以让我虚弱大半。可现在体内灵力依旧浩瀚如海。这就是秦风的剑元神体给我带来的感觉吗？
斩了张玄德那个畜生。张天道作恶多端，勾结古神屠戮同族，今日你便死在这里吧！秦风，你别嚣张！今日的帝都可不只有我一个人。该死！怎么又来了4个天阶存在？哟，这不是张家的天之骄子吗？怎么沦落到这般田地？浑身是洞，跟条丧家之犬似的，真是丢尽了古神侍奉者的脸面。要不是你与古神大人有血脉关联，我们真是懒得救你。少说风凉话！要不是这小子耍阴招，还有青离那个叛徒帮忙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？他就是秦风，古神大人点名要杀的人，他就是阻碍大人登神的最大绊脚石。区区蝼蚁，也配让古神大人记挂？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子罢了，看我一锤砸烂他的脑袋！只要杀了他，古神大人的祝福就归我了。小子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！秦风，受死吧！在火焰巨人的力量面前，你连挥剑都射不下。快跑啊！火山爆发了！这是什么怪物的力量？根本躲不开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一个张天道就已经难缠到极点，现在又来4个天阶强者，这该怎么办啊？看来这次只能死战于此了。哼，区区外神也敢放肆！大夏境内神命禁区，尔等一族邪神走狗也敢在此放肆！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挡住我的火焰巨锤！秦大人牛啊，这都能挡住，太帅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有秦大人在，这些邪神走狗根本不够看。挡住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秦大人就是大夏的守护神。这股力量也太恐怖了吧！
短短数日不见，秦风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他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天阶了吧？怪不得张天道会落得那般下场，原来这小子确实有点本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你的嚣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秦风，感受真正的古神之力吧！受死吧！秦风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挡！这股力量比刚才强了数倍。已经无限接近天阶巅峰了，秦风他还能挡得住吗？就这种程度的攻击，也想伤到我？青离！就让你们这些邪神走狗亲眼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！天啊！这是何等恐怖的剑意，竟然能凝聚出如此磅礴的剑影！不可能！我的火焰巨人之躯怎么会被一剑洞穿？怎么可能？雷奥的火焰巨人化可是融合了古神之力，就算是天阶强者也难破防，竟然被一剑洞穿！这秦风的实力比想象中恐怖100倍。还有那柄青离仙剑，生命之力纯粹到能克制古神能量，这下碰到真正难缠的家伙了。艾莉亚，我们上！不好！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偷袭！就凭你这个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废物，也配拦我？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刚捡回一条命就敢出来碍事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，配与我抗衡吗？秦风，小心！一个打不过，就想着2个一起上，哼！你们倒是挺会玩以多欺少的把戏。
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，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秦风，别以为召唤2头畜生就能赢我，这冰蛟龙可是古神之力凝聚，今日便让你尸骨无存。那是什么怪物？比之前的火焰巨人还吓人！冰龙，秦大人的能挡住吗？相信秦大人一定可以的。不可能，这2头畜生怎么会这么强？我的冰蛟龙可是融合了古神本源啊！赢了！秦大人的身手太厉害了，直接把冰龙按在地上打。撕咬冰龙，这气场简直无敌了！秦大人就是我们大夏的救世主，有他在，什么邪神走狗都不怕。这战力也太离谱了！2头神兽竟然能碾压古神凝聚的冰蛟龙，秦风他到底成长到了什么境界？这个秦风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这个该死的家伙，我竟然输了！这秦风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短短数日，他的实力怎么会暴涨到这种地步？之前情报说他不过玄阶9段，就算契约了2柄 SSS 级剑娘，也不该强到能碾压古神加持的我。狗屁的情报！他刚才那剑连火焰巨人之躯都能洞穿，这个家伙的力量已经堪比天阶中等了。他的生命之力和死亡之力相辅相成，这种力量体系根本不合常理。看来我们只能用那一招了。什么？真要动用那招，那可是……不然我们都要死！你没看到吗？他连青离仙剑都契约了，3柄 SSS 级剑娘联手，再拖下去我们一个都活不了。该死的秦风，那就拼了！秦风，这是你逼我们的！那是什么怪物？又有火又有冰，太吓人了！这还怎么打？秦大人能斗住吗？完了，完了，我们都要完蛋了！6个人竟然直接与古神融合了，这根本违背修行常识！这种融合形态，力量恐怕已经达到天阶巅峰了。青离，你竟敢逃出我的封印！
哼，张玄德，100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来越不像个人样了。张玄德，这克苏鲁古神，竟然就是100年前与青离剑仙并肩作战的张家先祖。原来如此，100年前的飞升传闻，竟是他沦为古神的开始。张家崛起的背后，藏着这么恐怖的秘密。青离，你倒是好本事，竟敢冲破我布下的封印，还找到了这么个不错的靠山。哼，你的封印不过是借助古神之力的卑劣手段罢了。若不是当年我轻信于你，怎会被囚禁100年，看着你化作这祸乱苍生的怪物？这就是你选中的契约者。哼，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能力？今日我这个毛头小子可是要杀死你的！好好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神的力量！好冷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天气？冻得根本动不了，我们还能活下来吗？这就是神的力量，连天气都能操控。冰火同源，还能同时操控天地异象，这已经超出了天界的范畴。帝都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张玄德，你以为融合古神之力就能肆意妄为？今日我便斩你这堕落古神，肃清诸神，还大夏一片清明！毛头小子，你连神的力量边缘都没摸到，也敢妄言斩神？你的剑法通神，剑元神体，剑道至尊。倒是不错的养料，待我吞噬殆尽，便能凝聚真正神格，从此执掌天地生死。不好，空间都被打碎了，这一拳根本挡不住。天塌了，世界要碎了，我们死定了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太恐怖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根本没人能挡住这种攻击。让这腐朽的世界随你一起崩坏吧！哼，吞噬我的天赋，你也配？就让你这个人族叛徒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力！走和！
不可能！凡人怎会引动如此神力？张玄德，你勾结古神，屠戮同族，囚禁清理100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想杀我，没门！不！我可是神！怎么会死了？恭喜宿主斩杀邪恶古神克苏鲁本体，完成主线任务。肃清古神，奖励发放，解锁终极天赋剑神人皇体。掌控世界本源之力，检测到域外诸神仍在觊觎蓝星，触发终极任务：肃清诸神。任务目标：前往寰宇，斩杀所有觊觎蓝星的域外神明，守护世界安宁。大夏已安，接下来该去寰宇肃清余孽了。